女孩刚出生就拥有了光的速度，在医生和旁人眼里看来简直就像电动牙刷，但在女孩的视角中，这个世界就像静止了一样，因为她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，这也导致了女孩和父母的交流极其困难。但聪明的她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那就是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，父母看到后再用相同的方式来回应。可这样的沟通效率非常低，一家人往往几个小时才能对上一句话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女孩让父母将一封信重复读上20遍，并且用手指着读到的单词。通过这种方法，朱莉发现他们之间的速度差着近万倍。为此，她尝试着减慢自己的动作，将频率控制到正常人的水平，这才成功的和父母对上了话。至此以后，朱莉的控制能力愈发熟练，她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切换高速模式提高效率，也可以减缓动作和客人正常对话。直到这天，她接待了一个特殊的客人，一个同样被称作怪胎的男孩。朱莉出生的那天，医院也同时诞生了一个2米高的婴儿。即便是她的母亲也感到了些许害怕，但毕竟这是自己的孩子，女人还是决定将他抚养长大。可没想到孩子的成长速度快得惊人，年仅5岁就长到了3米高，必须弯着腰才能在家里走动。夫妻俩在他的身边就像是一个孩童。为了确保库迪的心理健康，母亲决定不让他和外界接触，那些同龄的孩子一定会觉得库迪是个怪物。于是年幼的他只好通过漫画和电视来了解外面的世界。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，库迪也渐渐长大成人，他的身高已经来到了4米。这栋房子对他来说也变得更为窄小，连走出房间都变得无比艰难，稍一用力就直接破坏了墙。看来这所房屋不再适合库迪居住，于是夫妻俩开始没日没夜建造新房子。这里的一切都是根据库迪量身定做，家具都变得更为巨大，库迪不用弯腰也能在里面自由地行走和玩闹。兴奋的他顺势提出想要走出家门，可却遭到了父亲无情的拒绝，但他也承诺等库迪成年就放他自由。这番话让库迪非常的激动，他开始更加努力的学习和读书，剩下的时间便全部用来健身。库迪想要做好十足的准备去面对这个世界，但这天他不小心碰到了机关，打开了遮蔽在头顶的布帘，强烈的阳光让他有些睁不开眼。这或许是10几年来库迪接触的第一缕阳光，也正是这缕阳光彻底打开了他的内心，库迪再也忍不住对外界的渴望。等到夜晚，他便悄悄地将自己伪装成灌木丛，慢慢移动到了附近的公园。此时恰好有一群人正在聚会，库迪双眼瞪得像铜铃，仔细观察着，不想遗漏任何细节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名少年大喊着自己想要放水，然后径直地向着库迪的方向走来。That's it. All right. Oh shit! Hey! Hey! Y'all! The bus just ran away! 小黑确信自己没有喝醉，他好像看到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。于是第二天，小黑便将昨晚的经历做成视频发到了网上。他们甚至为此做了一款 T 恤，希望能借着这个视频爆卖。至此以后，库迪就如同惊弓之鸟一般，不再去想外面的世界。他有些害怕，这是一种出于对未知的恐惧，但老天爷似乎想让库迪继续前进。这天他在锻炼的时候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透过丛林一看，原来是公园里的那几个小伙伴，几人正在互相分享着笑话。这是库迪第一次听到笑话，他没有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。听到这陌生的声音，小黑有些诧异，当看到库迪的样貌时，他立马就想起了那晚自己碰到的灌木丛。面对几人的热情招呼，库迪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直接将他们全部邀请进了家中。看着房间里巨大无比的家具，小黑发出了兴奋的怪叫。库迪站在一旁有些紧张，这是他第一次和除了父母之外的人交流。好在大家都是年龄相仿的年轻人，彼此很快就熟络了起来。当得知库迪从未走出过家门时，小黑当晚就驾车带他来到了市区。各式各样的风景建筑让他眼花缭乱，外界的一切都让他兴奋无比。库迪热情地朝着路边的行人打招呼，此刻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大明星，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。很快一行人就来到了聚会地点，4米高的库迪立马就成为了场上的焦点。万众瞩目之下，库迪只感觉自己的内心有一股火在燃烧，身体不受控制般地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。哥几个哪看过这种场面，纷纷为库迪的动作欢呼喝彩。他的精彩表现很快就被人上传到了网络，夫妻俩也看到了这个视频，可责怪的话语还没说出口，库迪就先发制人，质问父母为什么要将自己关在家里。外面的世界并未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危险和混乱，库迪只感到了人们的善意，所有人都喜欢和爱戴他。面对儿子的质问，母亲默默地拿出了一叠资料。原来库迪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巨人，曾经也出现过很多类似库迪的人，可最后这些巨人都没有落得好下场，有的死于肉类加工厂，
有的被当作标本展览在博物馆中，有的则被直接拆解，身体内的器官被放在世博会上展出。看着看着，库迪便流下了眼泪。父亲告诉他，可能现在人们对他抱有善意，可要不了多久，就会有人利用库迪去达成自己的目的。一旦库迪反抗或者失去了价值，那么人们就会想尽办法除掉他。至此，库迪已经理解了父母为何要将他关在家里，但他还是没能忍住心中的欲望。第二天就来到了附近的汉堡店，想尝试一下从未吃过的食物。点餐的时候，库迪看见了一个正在光速工作的女人，蓬松的头发和甜美的笑容瞬间就让他深陷其中。更加令他惊喜的是，朱莉竟然穿着以他为原型制作的衣服。库迪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，难道这就是恋爱的感觉？之后的日子里，他只要一有零花钱就去汉堡店用餐，为的就是和朱莉说上几句话。可渐渐的，库迪发现自己的零花钱越来越少，这意味着两人见面的机会会随之减少。难道说要去找个工地搬砖？就在库迪烦恼的时候，一名经纪人找上了他，热情地邀请库迪担任国家队的守门员。这份工作会让他赚到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。库迪当然没有意见，当场就接受了对方的邀请。但没过多久，运动协会就发布了一条新规定，那就是禁止巨人参加任何的体育项目。经纪人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，为了表达歉意，男人为库迪介绍了另一份工作，担任全球知名品牌的模特。他独特的身体条件一定会在时尚圈爆红，而库迪要做的便是穿上他们的衣服去各大商场表演。但表演的过程比较辛苦，必须持续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，每累到不行了，库迪就想朱莉那甜美的笑容。于是就这样，他白天努力工作，晚上去汉堡店找朱莉聊天。两人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深厚。但不知是不是衣服有问题，库迪的身体莫名出现了过敏的症状，但他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或许过几天症状就会消失。之后库迪一有空闲就去找朱莉约会，这种恋爱的感觉让他无比的沉醉。库迪无比的庆幸那晚自己偷偷溜出了房间，这个世界好像并没有那么残酷。直到这天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彻底打破了他的平静生活。库迪的朋友在骑车时发生了意外，不小心摔进垃圾堆中，一个铁片刺进了他的腹部。卷毛本想打电话叫朋友帮忙，却发现手机也摔了个粉碎，无奈他只好徒步向附近的医院走去。来到医院时已经到了夜晚，他向护士展示了伤口，希望能够得到救治，对方却表示如果没有保险，医院就不能为他治疗，除非伤口正在大量流血。卷毛有些难以理解，医院存在的意义难道不就是救人吗？他愤怒敲打着窗户表示抗议，却被保安强行驱赶了出去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到30公里外的一家私人诊所，但卷毛光是走到车站就已经拼尽了全力，伤口因为剧烈的运动开始大量出血，他有些绝望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就在此时，小黑路过了此地，他看到了卷毛的惨状，立马将他送到了医院。可就在离大门只有一步之遥时，卷毛咽下了最后一口气，他就这样死在了医院门口。很快，卷毛死去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社区，所有人都无比的愤怒。作为这个时代下的底层人民，他们的生活得不到任何的保证，那些医疗设施都是为了富人而服务，穷人的死活根本没人在乎，谁都有可能变成下一个卷毛。更加令人生气的是，那些万恶的资本家控制着当地的发电厂，每晚8点后便会准时停电，美其名曰为节省资源。为了替卷毛报仇以及反抗这种毫无人性的制度，库迪召集了所有的好朋友，其中包括可以高速运转的朱莉和一群不到10公分的小人。众人决定先对发电厂动手，这是他们在反抗之路上迈出的第一步。等待至夜晚降临，一行人便来到了发电厂门前，首先让这些小人去切断保安室的监控，有着身形优势的他们很难被人发现。接着轮到朱莉出场，利用她的光速能力解决所有的保安。最后是库迪，他的蛮力可以直接砸碎发电厂的调节器，没有了调节器后，资本家们便无法控制电源，整个底层社区也就再也不会被人为断电。但令库迪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才仅仅过了1个小时，发电厂的工作人员就安装了一个新的调节器，无奈库迪只能启动家里的备用电源。就在大家思考着下一步计划时，房间外突然传来了一声警报，紧接着就是一阵炮火的声音。通过监控可以看到是警察找了过来，看来他们打算直接用武力解决问题。还好库迪的父母早有准备，在家里建造了一个逃生通道，但没想到出口有一位警长在守株待兔，结果库迪随手一拍就打败了对方。他没想到警长如此弱小，路人们也为库迪的胜利而高声欢呼。但突然库迪的身后飘来了一个无人机，接着迅速射出了2条锁链。库迪没反应过来，被当场制服。警长也一改刚刚软弱的模样，拿起一个大棒槌对着他就是一顿暴打。但还好库迪的一名好友及时赶到了现场，他认出了这位警长，曾经做过许多善事，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。他将这几年底层人民的困境和痛苦全部告诉了警长，对方听后也逐渐理解了库迪所做的一切，便放弃了逮捕库迪的想法。